为修持常佛，要发誓上路起；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常佛；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那么今天呢，接着讲小乘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论在前面已经讲了是吧？它就是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这个有漏和无漏也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无为法前面已经就是讲了，今天就是讲这个有为法，就是光说有为法光说有为法这个呢就是分两个部分第一宗义，第二论义然后今天是第二论义。无二论义主要是它就是分8个第一分别界品，就是就是主要是讲这个界。第二分别这个根品就主要是讲的就是讲根。第三分别世间品是吧？主要讲的这个世间。然后讲分别这个业品然后分别睡眠品然后分别这个圣道品这个圣道品，然后分别智品，分别定品，就是总共就是8个是吧？对，然后就是总共就是有8个8品对8品就是，然后就是这8品当中是吧？就前面也已经讲了，这个有漏法和无漏法都包括就是在这里。然后第一品分别界第一分别界分别界品分3，就是有为法1、2别命然后3广说这个蕴解处。先讲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就是先讲什么叫有为法。一切法当中就是内盘为最殊胜就是佛在经中就是如是这个宣说。那么就是什么叫有为法呢？就是主要是在这里就是解释这个寄送所有一切有为法一分色等这五蕴就这个对有为法然后还有有为法的分类也讲了，就是在前文所说就是吧除道地外有为法，就是中的有为法道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指有诸多因缘聚合而成的一切法通过一个法而产生的不复存在就一个有为法就是要产生，就是就要靠就是多种法。这些法当中也肯定也有因，也可能也有缘就是吧？那因是就是它是就是那个什么因，它主要是去这个对本体起到作用，然后缘的话它就会对这个它的这个什么这个特法起到作用，就这样。比如说就是苗芽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种子的话，它就是主要是吧？这个苗芽本身它就起到了这个对苗本身起到了作用。然后这个缘，比如说水土什么这些的话，就是对什么？这些是为缘。这个就是它对这个苗芽就苗芽的这个特色，就是颜色还有这个长得好不好都在于就是缘的起到就是对这个特法起到作用，这样的。但是这里头就是可能这些法聚居的这些法当中可能有缘，也有可能有因也有缘有因然后这些因缘合的时候是吧？就是这个集聚也是就是达到一定的一个量的时候，这个就会产生就是这个果法就会产生，就是怎么就是刚才我们讲苗芽，比如苗芽就会产生，就是吧？就是这样这个苗芽它就是有为法，就是因为什么？它因缘合而生的，是吧？就是因缘就是很多因和缘，很多法聚集而产生的，所以呢，就是它是有为法，就是
多种因缘聚聚而产生的合合而产生的法叫有为法。比如说虚空啊，它不是有为法，为什么呢？它不是多种因缘聚聚或是吧合合而产生的啊，是吧？所以它不是有为法，是吧？那它是什么？它是无为法嘛，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这样。对，如前所说啊，它包括有漏法以及道地啊，就是道地是什么？就是小乘主要讲的是阿罗汉，就是小乘他不讲菩萨，就是他们的境界叫道地啊，是吧？就这个道地在前面讲，就是它虽然不是有漏啊，它不是有漏法，但是它是什么？它是有为法，是吧？对吧？因为什么？这个道啊，这个境界也是通过因缘啊，多种因缘聚聚或合合而产生啊，所以呢，就是它也是啊一种有为法，但是它是有为法，但它不是有漏法啊，是吧？然后这里头就是有义啊，这好像是一个副词吧，啊，就是所谓的义啊，意思是说不仅仅无为法有分类啊，就是前面讲了无为法，而且对也讲了无为法的分类。在此处为什么啊有这个义呢？啊，就是我意思是就是不仅无为法有分类，有为法也有分类的意思啊。分类，有为法同样有分类，就是有为法如何分类呢？那有为法有分类的话，那有为法啊如何分类？怎么分类啊？就是则有物种啊，就是有物种啊，就是这有物种啊，即啊色即等字包括什么？就是啊对手想行啊，然后事啊这无云思云啊，然后受云啊，然后就是这个想云啊，然后行云识云。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分成五种呢？就这意思啊，无云嘛，就是啊，这就是大多数凡夫将心识之为我，执着为我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这些内外的色法啊，执着为什么？跟我有关联的，就是跟我有关联的。这个我跟我有关联的什么意思？就是我所啊，是吧？啊，我所有加这个受啊，这个受执着为什么？我所感，我的感受啊，是吧？苦、痛苦、快乐啊，是吧？就还有什么平等的啊，就是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我的感受，我受啊。然后想呢，就是即是以能暗里明眼而执着，就是，然后就有感受，是吧？就是有感受之后，就有这个什么，就是哇。就心就有这样的一个有年头，就是吧，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啊，明眼就是啊，这是竹子，这是宝瓶，这是黄色的，这是蓝色的啊，就是这些心，这些念啊，就是他就分析了就去，这个就是相啊，就是按你明眼而执着，然后心即执着性善等，然后就开始有行动了，就是这个念头不是行动本身，就是产生行动的这个动机，这个念头就是行啊对啊，就这个是吧？就是啊我啊，然后就我所有，然后感受，对吧？然后就开始就分析了，就是啊。就明眼就是啊，然后就是啊颜色啊形状啊，然后就是这个名称啊什么就这些，然后开始有行动了，就是这个念头，那行动它不可能一个是吧？我们这神语的话就都是无侵法，它不可能自动啊就自己动啊，但是就是它有这个内心，我们这个心在起作用。啊，就是发动机是心嘛，就是那些这些念啊，所以叫心。然后加二别名，就是别名分二，就是有为法之别名
有漏法之别名就是然后就是那个别名就是这个有为法就是有为法，它就是佛经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教法，就是然后还有漏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佛经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教法名称。然后就在此处呢，就是就讲这个然后这个有为法之别名，就是现在彼等亦成是也是演绎以及处理与有机对有机。然后如果像传教即时论或者什么像了知，就是像同大即时论，就必须要了达经中所说的所说的意义经中所说的意义有什么意思呢？经里面就有其他很多名称，就是也有就是不同的多种教法，就是你像精通举世论或者什么你想传教就是举世论就要懂得这些，就要了解这些，就这些然后就是经中云时间演绎，就是还有处理有机这些名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有为法的别名，就是是吧？就是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为法，就是在佛经里面，就是有时候有为法叫什么？就是对，叫时间，也叫时间，就是那为什么叫时间的不是都指有为法，但是有时候佛经里面就是有为法叫时间，就是那它为什么叫时间呢？就这个意思，都有意义存在的都有意义存在。对，下面阐述有为法叫做这些名称的理由下面有为法成为时间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叫理由？就是时间是有理由的就因为以前的有为法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的有为法正在流逝，然后未来的有为法也即将流逝就这样。那什么是就是那个什么有为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都是吧，都是刹那的自性，所以它叫时间，也就是也说白了就是无常的意思，是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就这样的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法然后也叫做这个演绎就是演绎的就是利用这个叫做演绎的利用，就这个语言演绎，就是语言演是语言语言是有机声音，就是声音的话，它分就是有机和无机嘛。有机的话什么，就是它能就是声音，一般我们声音呢都是就是那种什么，都会表示事物的，所以叫有机声音对，它的基础是名称，这里的基础是什么意思呢？它直接表示的是名称，就是但是就是它间接这个表示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有为法，是吧？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红色的柱子就是红色的柱子就是这个时候就你看这个声音就是它直接的内容或什么，就是直接的内容或什么，直接说的是什么？就是名称，是吧？红色的柱子，但是它就是那个什么，实际我们就是一说红色的柱子，我们就会去想，就是外面的红色，外面的这个柱子是吧？就是单着，就是执着，就是它就是这个语言，它是就是由分别念来制成。这个分别念的话，它是就是你看，它是就是那种这个心理的概念和外面的这个事物是，就是它就把这两个就是混为一体了，就是。所以我们就一说柱子，红色的柱子就会想到外面的这个红色的柱子嘛，所以就是这个意思。那外面红色的柱子是什么？就是有为法，就是一切有为法是可以就是用语言来表示的，也可以就是通通都可以常于分别念的有情也就是你看我们这也是一种心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分别或什么，就是执着的一种就是一种执着分别执着这样。
对，然后就是分别执着就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一切有为法都变成了我们分别执着的对境然后为什么叫这个出离呢？这个出离呢，因为无疑要摆脱所立的痛苦之处痛苦之处，有愁痛苦是有为法，就是吧？有愁痛苦是这些有愁痛苦是有为法，就是我们就是通过修行，最后要脱离这些痛苦，处理这些痛苦，处理也是这个脱离的意思，脱离痛苦。那这个就是这些忧愁和痛苦这些的边是即边是什么？即边就是涅槃嘛。对，边际由此成为处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就是达到就是这些，我们要超越这些忧愁痛苦的边际然后就是就可以获得涅槃，获得解脱就是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看，我们要处理，要脱离这些有为法或什么这些这个痛苦痛苦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所处理的地方或者什么所处理的这个地方是吧？所以也叫就是这个是吧？处理叫是吧？就是那我们经常讲此安和彼安嘛，就是你看这就是此安，就是是吧？我们脱离了这个远离了这个此安，才能达到彼安所以就是统统要放下的意思，也要就是那个什么，我们能够到达这些痛苦忧愁这些有为法的边际才能够脱离痛苦获得涅槃的意思那这个就是这里会产生一个疑惑那就是这个这个道地也是无为法嘛，就是那到底有如何常得生处理呢？难道就是要脱离道地吗？难道就是境界都不要吗？智慧都不要吗？这个意思是，他也是，这是小乘的说法显宗尤其是小乘的观点它也是一种处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获得无余涅槃是必定要舍弃道地，就是就是我们就是你看就是要坐船过河，我们过完河了之后就船就不要了，是吧？就是你不能再扛着船扛着船去，这样的话就麻烦就大了，就是吧？然后就船就留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走了，这个意思船就是已经它就是吧没有作用了，所以就是我们没有作用了，就是也没有是吧不需要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道也是就是到时候真正活得无余涅槃的时候，就是这个道地也是要放弃的就是也是要放下的这个意思。然后有为法呢，这些有为法又成为这个有机由于具有因的缘故，就这个时候这个机和因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这个时候就是这些无为法都是因缘合而生，因缘聚是吧？而生，所以都是都是有因的缘故，而因是即的别名，就是在这里就是讲这个即就是因的意思这就是有为法的，是吧？这个讲的就是别名就是然后就是再讲就是有漏就是有漏法之别名就这个记住如是有漏法异常经济自云即有障痛苦即于世间简处于第三有也就这个经中运就是佛经中运有证痛苦还有这个即实践然后简处三有就是这些都是有漏法的名称，就是也是不同的名称，就是不同的叫法，是吧？有时候就叫
就是什么痛苦，有时候叫什么就是这个三有啊等等就是。然后为什么叫三有？为什么叫痛苦啊？就是下面就要讲这个，就是这些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些也都是有漏法的，就是别名啊，就这个有漏成为这个金曲音金曲音。这个金曲音就是原因是其金曲音乃烦恼，就是金曲音是烦恼，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轮回这我们要轮回，比如说我们要脱生人。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对有这种有贪欲的自场，就是没有贪欲的自场的话，我们没办法脱生。这个烦恼叫金曲因，金曲因就是乃烦恼，就是烦恼。然后有金曲因产生的就是这些无漏法就是产生的，所以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产生因就像有草所生的火成为就是这个草火一样，就这金曲因是就是烦恼当中产生的，所以叫这个什么金曲因没有烦恼就是吧，就是不会轮回的。然后轮回，比如说我们今天脱生为人，就是有烦恼有贪心，是吧？就是佛菩萨的话，就是他有愿力，就是他就是这个愿力自场的。然后众生的话就要脱生是吧？要轮回就要脱生脱生人就必须得有这个贪欲或什么这些烦恼的自场，就是有漏法也可以成为什么？有这个有正就这个以烦恼就是损害自他，就是损害自己损害他人，就是故是正就是他有漏法，就是他有漏法以所缘或相应的方式得以增长，就是有漏也名叫痛苦，就是它与三苦中的任何一种就是相关联之苦，就是关联之苦三苦是吧？就是苦边苦辛苦三苦当中的任何一种相关联之苦，也叫痛苦，就是也称为记就是有比产生痛苦的缘故就是有比产生痛苦的缘故，也叫事件，就是原因是有漏法刹那坏灭，并能比为平毁灭就是又称之为见处，就是因对。通过这个简解简解把它为所缘的方式，然后增长，就是这个也叫这个什么简处这样，也叫三有三有就是因为生死接连不断流转，就是不断流转，就是这个生死接连不断流转。就是根是烦恼，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三有也叫三有三有就是这都是有漏法的别名然后是第三，就是广说云解处这个分散，就是云解处之自性，是他法自力。然后三就是就是戒指分类，就然后云解处之自性就分物这个真实宣说云解处，然后云解处各自含义，就是各自的含义以及必要性，就是三就是单独案例，就是手相运之六然后第四云解处次第确定之力第五对二处决定之力，就是这个分类对分成了好多，是吧？就是然后比真实宣说云解，就这个分四这个就是分四个部分四运之力时间中间的这个三运之力，然后三这个四运之力是前出四法之一律然后第一四运之力分二，以真实宣说四运然后根经与戒处之关联，就是
为真词宣说这个四韵分二，略说第二光说，然后即光就是略说即诵所谓之色即无根无境以及无表示，就这个色就前面讲色当色这个色等这个色等之五韵中的四韵是指什么呢？就是四韵。四韵的实相是言二当五根，就是言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就是五根是吧？然后就是还有这个色声等五境，就是色声香触味就这个香味触这个五境这个，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无表示。无表示就是这些什么，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就是这个色上什么这些就是对都是有表示就是小乘就是对优部进步也是，就是他们就是程序无根但是这个是优部就是对优部那程序就是优部就是优部认为无根是一种无侵法，而且呢就是一种是吧？就是一种无侵法，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细微的物质吧，就是但是也有颜色，也有形状，就这个意思这是就主要是右部，然后进步的话，它分就是那个是吧？睡觉进步和睡力进步，进步有两个，就是睡觉进步的话，就是跟那个右部是一样的，是吧？但是睡力进步它不程序有形状和有颜色，这个意思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大乘唯识唯识和中观，唯识中观他们都不程序，它是一种细微的物质，也不程序它是这个无侵法，就是吧？这个唯识中也分，就是吧？睡觉唯识和是吧？睡力唯识，睡觉唯识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无住释迦菩萨、无住菩萨呀，释迦论师后来也是嘛，就是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他们也是唯识中，但是他们是就是这个睡觉唯识中。水力唯识总是就是陈那论师和法常论师，他们是属于这个水力唯识，就是然后就是水力唯识认为就是无根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就是意识里面的一种功能或什么一种就是种子就这种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水力唯识的话，就他们认为就是那个什么这是阿里耶当中的一个就是一种种子，就是吧？就是但是都不程序无根，就是一种无侵法，就是一种细微的物质，然后就是也不程序，就是有颜色有形状，这些就是都是他们就是认为这也是一种心思，也是属于就是什么，就是精神的一种法，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第六意识当中的种子，还是阿里耶识当中的种子，就是都是就是一种是吧？就是它也是这个种子，也是就属于意识吧，就是也是就是那个精神就这样的。那什么叫无表色法？就是无表色呢？就是无表色是就是主要是我们就是对，无表色在后面也会讲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这儿简单就是讲一下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就是受戒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解题。比如说你受这个比丘戒也好，比丘尼戒也好，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沙弥戒也好，沙弥尼戒也好，然后就是那个这个受戒的时候就是会得到一种戒体会得到戒体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小乘，尤其是有不中认为这个时候得到的解体，那就是无表色法，就是。但是这个解体的第一刹那的话，就是它既有表色法，它是既是有表示法，也是无表示法，这个是第一刹那的话，因为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得到解体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就是还有就是新教师党这些法师就是做节目是吧？做节目的结尾就是什么就是弹指或者什么就是还有这个受戒的人磕头这些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叫有表示是吧？就是这个有表示，但是同时呢，就是有一种看不到的。这个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阶梯，就是就是这个阶梯是看不到的，就是
看不到的。然后就是看不到的这个叫无表示法，就是无表示法。如果没有这个解体的，这个解体是你看大乘的认为的话，这个解体呢就是对一种就是心理的一种作用，或者什么一种就是觉醒或者什么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样的心理的一个状态。是吧？比如说觉醒这样的。小乘认为的话，就是小乘，尤其是有部宗认为的话，这个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无表示法，就是如果就是得到解体的时候，就是得到了就产生了这个无表示法，就是这个解体就是无表示法。跟无表示法的这个本体为无表示法的一个解体，就是有这个解体，所以就然后所以就这些唯品然后就是阻止这些唯品产生，就这个意思。也就是有这个解体，所以就这个众生的这个性虚才有了变化。无表示法就是我说的是这个别解脱界嘛，是吧？都是无论是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比丘界、比丘尼界，还是三密界、三密尼界等，都是别解脱界。还有就是什么这个什么禅定这个禁律界，还有这个什么禅定嘛，禁律界，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无漏界，就是也是这种就是境界智慧。这都是也是他们就是一样，就是也是有无表示法，就这下面会讲的是吧？就是下面会讲的这个然后无表示法加上无表示法就是一种，是吧？就是四云的法相是什么这刚才讲的是就是这个事项，就是然后就是法相是什么？四云的法相是就是色法内部相就是相接触。是前后发生不同的变化，并且可以插入，这个插入也是接触的意思，就是没有别的，接触能触到，就是能接触到或什么，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然后就是互相能接触到，一接触到了之后，就是这些前后的法都会发生一种变化，这个就是能起这个作用的或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就是色就是这叫四云就这个。为什么叫云呢？云也就是吧，就是很多法聚聚的意思，就是云聚集的意思就是四法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很多是吧？就是什么这个维持呢，或什么就是一些这个就是物质的就是物质性质的，就是性质物质，就是那种这种物质性质的，就是一些法，就是聚就这样。对，然后第二就是光所就是分三，就是第一就是以法相之方式宣说这个无根然后以实相之方式宣说无记。第三就是宣说无表示然后就第一更一就是对，以法相之方式宣说这个无根即诵彼等均是实所依言等诸根清净色。意思就是所谓的无根是指什么呢？就是是指毫不混杂的，毫不混杂的人之色等一切对境之形象的诸事所以或出所的清净色法，即言等无根，就这个。这里讲的这个清净是什么意思？清净不是没有杂念的意思，这个清净是什么？清净是细微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是清澈的、透明的，所以就是叫清净。然后其中就是言根的法相，就是作为去自对境，就是自己自对境色处色法至言识的增生缘的一种清净色法，就是清净色法，就这个这就是那个什么眼根是吧？就是眼根，就是我们这个眼住生面，就是有一种，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有一种有形状、有颜色的，就是有一种就是细微的物质。细微也是就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意思，就是细微的物质也就是这个细微也是就是那个什么透明和清澈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物质也有形状的，就是比如说也有形状的，就是
然后没有这个言根的话，就是言柱不是言根，言柱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事物，然后它起到了作用，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就是清清楚楚的可以看这些外境，就是比如说柱子啊，然后就比如说就是那个什么是吧，就是这个什么房子啊，什么车子啊，什么等等等等，就这意思。如果是吧，言柱破坏，言柱比如说受到了破坏，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这个根言根也同时会受到破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就看不到，就这意思。但是说白了呢，就是一种功能，就是它的这个言柱上面有一种能看到就是外境这些色法的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根啊，是吧？就是眼根，但是就是这个油部和还有筋部啊，这些的话，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是一种清净的这个物质啊。同样眼根啊，眼根即是指作为去这对境这个声音之而是的藏上缘一种，也是藏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就是。然后其他都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比如说鼻根也是，就是即是指作为去这对境这个相自必是的然后就是那个藏上缘的然后就是一种清净色法，就是对舌根也是一样的，就是舌根也是即是指作为去自对境就是作为去什么去自对境为之是的然后藏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就是然后其他就是那个身根也是一样的，就是身根即是指这个作为去自对境出至身世的藏上缘就是身上的藏上缘的一种清净色法，就是五根都可以以此类推。对，根二就是以事相之分是玄所玄所什么玄所无极这个色有两种或两种然后和这个20所谓知识知识有8种唯有6种相分是所住分为是1种就这个所谓的无尽就开始要讲无尽，刚才讲的是五根是吧？就是现在开始讲无尽。所谓的无尽究竟指什么呢？就是指色声相味触这些，其中对于成为眼根之对境的色法，就是如果加以归纳，就是这包括在这个什么显色与形色2种，就是显色就是主要是就是有颜色的，形状就是那种形状就是2种。如果详细分析的话，就是只有这个20显色，然后就是6种形色，就是总共有20种，就是色法就是这个有20种显色就是显色，有根本的就是有4种根本显色就是显色然后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蓝黄白红就这些。然后就是还有8种之分显色就是荧光明暗还有这个云烟尘雾8种之分这个显色就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绿黑还有这个栗色就是梨子这个皮的颜色就这个，然后这个黄绿色还有淡蓝色当其余这个所有颜色均可包括在根本和质分显色当中，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些这个根本和质分的这些显色当中，就是所以不用单独分类的这个意思。多分类就是第二是什么？就是8种这个8种8种对性色就这个什么长短这些也是一种就是是吧？也是一种色法然后就是这个长短高低，然后就是方和圆，然后正和歪，就是这8种都是为这个这个性色就这个。然后其中这个也有就是一些解释，就是然后就是有些就是不太好懂的，就是这里有解释就是其中
刚刚有个沉，有气氛而长的，是吧？就是灰隆隆的那个颜色，就是这个。然后无呢什么？无是就是有空气中的水水蒸气形成的，就是雾隆隆的。然后这个莹是什么？莹是就是对现见起笼罩中的这个形体不做障碍的黑色，就是其实这个莹这个也没有什么难懂吧，就是但一解释就难懂了，就不好懂了，然后明暗就是明和暗是相位的，是吧？就明和暗是相位的，就是这个然后就是比如说晚上就叫暗，然后就是白天这种就是明相位的。然后光是指什么？光是指光是指能照明一切这个色法的这种，就比如说阳光就是什么方式指什么指四方性，就是圆还有个圆字圆形物，就是然后正指平正然后就是那个宽敞然后与正相反就是凹凸不平。凹凸不平就是那个面一个面就是凹凸不平的这个面就外，就是这个叫外，就这么说吧，就是之前就是讲的都是这个色总共有20种这4种根本。20种是显色，是吧？还有性色的，然后28种吧，就是这个。然后生净有8种，就是就是有8种就是既有智受大众圣与不智受大众就是大众圣，就是这个。一个是就是有智受大众生是就是比如说有相续有心事的这种，就是就这种。然后就是没有相续没有心，也不是没有心思，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理解的话更好，就是比如说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这个这声音就是其中第一种有智受中大众，就是大众是就是这个四大就是这四大生分有记就是能表示的然后无记无记别生然后与无记别生两类，就是2种，就是然后有记别生分为就是如说法那样的，就是悦而生，就是法是说法，那是就是特别好听的，就是所以就是这样的悦声。还有这个粗语，就骂人的时候，就那个骂人的这个声音呢，就是特别刺耳就是这就分2种，就是是吧？然后无记也是分2种，就是无记别无记别上无记别上也有小薄法处的这个悦耳声，然后如这个什么然后如这个拳击这个拳击发出的刺耳声，就是这个不好听呗，就2种然后无智受大众声也分有级别与无级别2种，就是有级别声是有如幻化人，就是幻化人是吧？他是幻化的，他不是那个什么。那现在我们就不用说幻化人，就是电视里就是有人说话，是吧？这个电视里面的这个人是没有灵魂的这种就是无智受大众声也分有级别与无级别2种有级别就是上有如同幻化人穿发上，就是电视里面就是有人穿发，就是很好听就是悦耳。然后如幻化人所说的粗语声2类，就是电视里的人呢就是跟那大喊大叫，就是骂人，就是粗语说这个就是也不好听。虽然他是就是这种虽然他是这个无智受大众生，是吧？就是其实他就是也没有灵魂，也没有什么心，就是这个动机，但是就是听起来也不好听，就刺耳对有2种。然后无记声也有这个不如同就是这个通鼓那样的悦耳声，就是然后如同就是雁塔一样的，就是这个刺耳声2种，就是。然后是这个色声味有6种，就是这些是吧？就是酸干对辣还有鲜，还有这个色
还有这个苦啊，就这些，然后还有相，就是这个相有4种，也是4类，就是妙相、恶相、平等相、不平等相，就4种啊。对，所住有21种，就是分为因所处啊，因所住啊，因所住与过所住2种，就是因所住也是就4大，就是讲的是吧？地水火放就4大，然后国就是这个一切这些都对国所住啊，有这个什么有柔软啊、粗糙啊，然后气呢重啊，还有这个冷啊，还有这个饥渴啊，是吧？就是饥渴这种感觉，饥渴就是也不是感觉啊，这是一种那个什么，一种气种冷啊，就是这个就是因水与风过多啊，然后而形成的，然后想得到就是温暖的这个所处啊，一种所处对，然后饥渴这个饥渴就饥饿的饥，就饥是这个腹内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腹内风过多啊，风过多而形成的想得到事物的一种所处啊，是这样。然后克是什么？就是克是由于火界过多，然后而形成的就是像饮品的，像就是喝水喝什么喝饮品的这种就是这种所处啊，这是所住有对是一种啊。然后跟3就是选所无表色，就是开始要讲无表色法了，就这个然后5根就是简单的讲了，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无境也简单的讲了，就是这个就是在此处讲的就是很简单。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吧，是无表色然后开始就是要宣讲无表色然后就宣说无表色，就散乱以及无形事三不三法即随六一切大众作为因，就是一切大众作为因，然后即称为是吧无表色，就是这里呢就是讲了这个5种特征，就是这个它的然后所谓的无表示是指什么呢？就是无表示是具有5种特点，就是一阶段性之状态与发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心在散乱时也有无表示，就是心在散乱的时候也有无表示。比如说比丘或比丘尼等这些出家人，就是这个犯多罪，然后就是他就是之前就是犯多罪的这些可能这些动机然后就是还有行动还有什么就对境都具备，但是结果当时还没有产生。即使心在散乱的状态，心在一个散乱的状态当中也会产生多罪，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解体，或者没有这个无表示法的话，就是他这个为什么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时候也没啥动机，就是他就是没有善没有恶，他也什么就是一个无记的或什么就是一个这样是吧，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散乱的状态嘛，就是对，这个时候就是不应该产生这个多罪，但是产生多罪就是仍然会产生多罪，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吧，就说明还是有这个无表示这一层是这里因此有表示不同，就是有表示可能这时候没有了，就是但是无表示就有了。这个无表示就是以这个可以取决于这个有表示是吧这个。然后第二，在注入对无相定或什么灭尽定然后就是这些小乘认为这是无性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就是进入这个灭尽定或者说无相禅定、无相定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心识的这个状态，就是无性的状态、无心识的状态，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入睡眠，这个时候无表示也存在，就是这个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就是讲过这样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比丘比如说一个比丘然后他就是那个店里的就是这些垫子就是是要收拾的，比如说就是有点湿了或者什么这样，然后外面就是晒干，就是拿到外面晒干，然后晒干了之后他要收回去他这个比丘睡着了，
这个垫子啊，垫子就是然后就是这个没有手势，然后就是突然下雨了，就是下雨了，然后就是淋湿了这个什么垫子啊，这些垫子，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雨水一滴一水，然后洒到那个垫子上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多嘴，然后产生一个多嘴。这个时候你看它这个比就是在睡眠的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无心的状态当中，无心识的状态当中，但是也仍然就是产生多罪，所以就说明就是还是有这个无表示法嘛，就是这个意思。它有别于心与心所，是吧？就是无心的时候，无心识的时候，心和心所都没有，就是吧？这个时候不应该产生多罪，但是就是你看那时候就也不存在呀，但是就是它产生多罪了，所以不是心，不是心所，所以呢，就是它就是一种清净的物质，无侵法这个意思。第三就是本体之特点是什么？就是善与不善法等善与不善法中的一种，就是不会是无记法，就是它本身的话就是不可能是个无记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受戒，就是我一辈子都不杀生不杀人，你看这个时候就得到这个戒体嘛，就是然后无表示法有了，然后就还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也是发愿我要一辈子杀生，就是那这样就是发愿的话，也是就是你无记法，就也会产生戒体，一种体，一种就什么一种就是戒体吧，也就三戒体、二戒体这么说吧，就是也会产生就是这个无表示法这个意思。所以呢，就它只有善和恶，没有无记，中间的没有，就这个意思。三义不在当中一种，就是不会是无记法，就是这个。然后第四，它实践的特点就是实践的特点是所谓的随流，也就是说乃至没有出现毁坏之因期间，一直持续存在，就在相续当中就是一直持续存在，当就是出现这个彻底毁坏这个之因，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比丘就是犯了他伤罪这个他伤罪根本罪就是他伤罪，然后他有不但犯，还有隐慢之心，就是一刹那的隐慢之心的话，这个是就是会那个什么彻底毁坏这个戒体的。但是这个也有两种说法不同的，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今天就不在这里讲了，但是我们就是再讲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比丘，就是他就是不想守这个戒，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招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能说话能思维的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戒体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先给他，就是然后说我可能就是我不想守这个戒，或者说我也不能可能守这个戒，然后我的戒体就是你要收纳我的戒体，就是然后我的戒体就先给你送给你这样的。这个时候他如果真的动机就是他这个动机是纯的这个是就是彻底毁坏的一个因，然后就这个时候这个他就彻底就毁坏了，就是不存在了。之前就是没有产生毁坏，彻底毁坏他的这个因之前，就是在这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他一直会就是持续存在的这个意思。无论是就是什么睡觉的时候，还是就是那个什么其他的时候，无论是入定的时候，还是什么其他的时候，就是都会存在的这个意思，这持续存在就是。然后第五因之特点就是，然后依靠四大众而产生，就是这个也是就是依靠四大众产生的，就是吧？地水风火四大就是四大因而产生的，四大众或什么四大而产生的。并且四大众作为其所出所增长之因，就是这是也是它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这是因之特点，就是它的因之特点，就是然后对于具足以上五种特点，就是而欣赏或自己的动机他人不能觉知的话，就是有不中的，就是这些大的门，就是称之为就是无表示法，就是这主要是这个具备这五种特点的，就是无表示法。刚才就是讲了这个四大众是吧？就是四大众，也就是四大，然后就接下来就要讲四大，就是大众地水火御风常理这个支持等作用特性，它们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应是暖
动摇。那实践界之名言中，现色形色称为地水火与风亦复然。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么何为四大众呢？就是四大众都是指什么呢？就这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国事，就是能产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国事，即是大众。这个大众，也就是说，就是持着各自法相与应的设法，即地水火风就是风界，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就这个。他们各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这个四大各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就是四大合、四大结合而产生的法都叫国事第一大能布施而持受国事，就是对当中所包括就是随大有不临就是有临不散聚合的作用，就是然后有水分然后就它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这个不散，这些就是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些成分就是不散，然后能聚合，能就是在一起就是这就是那个水大的作用，就是聚合的作用，就是火大就是能成数，就是这个法就是能够成数是吧？就是一个国。就要成数，就比如说一个苹果就是成数，是吧？就这个这个苹果的这个成分呢，它就是有这些滴答是就是它这个成分就是不是然后水打是就是这个苹果就是它就不散，这个它的这些成分不让它散，就是不让散然后就是这个聚合这种，然后就是这个火的话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火就是这个成数不断的成数，就这个，然后就是风的话就是增盛，就是增盛，就是有是吧？就是这种变化增盛，它们的法相及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坚硬是地大的法相。然后湿润是水大的法相，就是暖日是这个火大的法相，就是轻动是风大的法相，就是那是不是坚硬的都是地大，就是就是是吧？就是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苹果要形成，就是必须要有四大的成分，然后四大都是刚才讲的，就是吧，它们不同就是四大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所以就是它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苹果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坚硬的部分就是地大，然后它的这个湿润的部分就是水大，然后它的就是暖日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是吧？就是火大然后就是轻动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它就是这个风大，就是吧？就是但是肯定就是每个物质的这个成分都不一样的，就是有的可能水多一些，或者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地多一些，就是这个是有区别的。若有人问，就是那么世间人所见，就是吧，就是见到地水火，这不是与此处所说的坚硬，还有这个湿润等所处法相违嘛，就是这个意思。相违嘛，虽然经论中所说这个经论中所著但实践的人们只是在名言中就是将现世和形式随心所欲的说成是地大而已，就是比如人们通常说就是是吧，这块地是白色的，或者什么这块地是四方的，这块地是圆形的，等等而且世人还共称就是它就是共称就是碧蓝的是吧？就是河水缓流淌，红的火焰这个什么向上这个圣然，就是这些就是就这么说的是吧？但这都是就是你看这个先世和形式，然后就是随心所欲的就是说成是什么水大这个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就是这些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经书里面讲的这个四大和然后就是实践人就是平时实践人所成的这些四大可能是有不同的这样的就是也有正风所成是什么？就是所处的然后就是因为风
可接触身体，就这个，然后就是但是就是这个风是不是这个不是四大当中的风，这个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吧？就是什么？它就是轻动，就是一切这些法吧，就是一切这些法物质啊，都是在运动，这个运动嘛，都是在运动，不停地运动。没有不运动的，如果不运动的话，那就瘫痪了，这个世界就运动。这个运动的运动的部分就是风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吧，就是它不是风，不是就是那个就是给我们出道的这个是吧？就是这个不叫风，这不是真正的风大，就是因为风可这个你看接触身体。是吧？就是然后着凉了，就是这意思。至于有些世人讲，这个现实与心思说成这个地大一样，就是因为蓝色的风，对，也狂风四季是世人常说，这都是世人的说法，这都是很粗的很粗那个然后就是无二根近于界和处。这观念就是然后程序无根于无境谓是四处于世界，就是五蕴当中就是不有这个四蕴就是四蕴对这个四蕴就是它有这个无根和无境嘛，五蕴分成五蕴，然后一切有为法归纳到这个是吧？这个五蕴当中的时候，就是它就是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四蕴就这个。但是这个五蕴它不包括就是这些无为法，就是虚空还有这个觉之密等等这些无为法，就是不包括在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当中，就是五蕴只包括就是有为法，不包括无为法，就是但是五蕴当中就是这些都是无根无境。都是一个，就是四蕴，但是分成就是什么12处或者什么18界的时候呢，就是这都就分开了，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看是吧，就是这个无根和无境，就是你看12处法。12界就是这样的，就这些都分开了，就是就这样。但是就是18种12处和这个18界当中，就是包括无为法，就是不仅它包括有为法，还包括无为法，这个意思就是包括在哪里？包括就是它就是那个什么归纳到哪里？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法处然后法界这里头就是包括在这里头。然后此文中所说的这个眼根等无根以及色法等无尽色境等无尽这是这个这些在讲这个12处时称为就是这个眼处是为眼处等眼处耳处跟什么耳处四处等等对等是有四处对是有四处这个是有四处对，然后就因为他们能开启产生相用之门故，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用我们的心识这个内心心识要去外境，然后相用这些外境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些的是吧？对境然后这个所缘境这个就是要这个无根通过无境，然后我们才能相用，就是这些就是能够就心识就可以相用这个相用之门就变成了相用之门之故，所以就是那个这个是有色处，就是是有色处，这个12处当中的是有色处然后再讲这个18界就是虚为是有色界，就是是有色界，就是只是就是从执着或认识相用的，然后就是那个什么角度而安立的，就是那这些呢，就是在后面也会讲的，就是这是现在在讲五蕴后面还会讲18处是12处，还会讲18界意思就是讲五蕴的时候，就是这些是吧？就是无根和无境都
都是归纳到这个四蕴当中，就是只算一个，就这个意思。但是就十二处和讲18节的时候，他们都分开了，是吧？然后12处的时候，你看啊，这个10中有4处，然后讲18节的时候，这个10中有4节，有4节就是这样，就是这里分开了之后就变成10个了，都是10个了，是吧？就这样啊。那今天就先这样吧，讲到这。自负一得一切智，去不一切过患地，上老病死有波涛，然后过海走有情，因何所获三生之价值，发现不变真谛之价值，三种不对娱乐之价值，若是回向发愿习成就，大雅他本在只有阿华不达能耶娑哈。